今天画花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来画花了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找一朵花。那这里随便翻到一朵花，我们就画它，好不好？翻到它就画它，就画这一朵。来，我们来画这一朵花。这朵花大家来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啊，分析一下这朵花。看这一朵花，一看它是一个朝这个右上的，然后它有一点这个侧面的花心在这里，有一点侧面的啊。那它这个花成一个圆形，然后这边有一些花瓣往这边长，它基本上是一个常规型的。常规型的你就看你的花瓣你怎么去安排啊，它都是正反瓣的组合，以这个圆为中心。去走这个花瓣啊，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频道，你上面这些花瓣成一个碗状的啊，这个它是成一个碗状的，这朵花它是成一个碗状的，然后下面的这个大花瓣它是会往外展，两边的往两边展，把它这个是碗状的一个常规型的花。那我们要注意它的特征，这个花的特征。我们要去分析它，你看它的颜色上的深浅变化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这一块还有下面这些都是很深的，这个地方这个反瓣出来，这里是很浅的，颜色有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。物象有虚实，有一些地方是比较虚的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它的花瓣你是看不清楚这个正反瓣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一块的话你都能看得很清楚，有正反瓣的这种组合。还有我们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，有一些是有真实的花，现在我们都是拿这个真实的花写生，前面有一些不是真实的花的写生。好，这个颜色来大家看一下这朵花用什么颜色好。来，大家一起看一下用什么颜色好。大家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？觉得这朵花是什么颜色？太白加三绿，太白加三绿。然后第二个可以用牡丹红。示范的时候尽量用这些大家看得出花瓣的颜色，然后用一点曙红哈。4. 胭脂。示范的时候给大家用这个鲜艳一点，就是鲜艳一点颜色，大家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来调一个底色，底色先是用这个太白，然后我们要加一点三绿，好，我们加点水，现在我笔上是占满了这个水分，然后把它调和，调匀一点，一定要把它充分的融合。我们首先把这个太白和三绿调成这个牛奶状哈，调成牛奶状，不要调太浓了，也不要调太稀了，
就调的刚刚好就可以。可以多尝试你们调的这种浓度，就是我说的牛奶酱，在你们的意识中，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牛奶是浓的还是稠的，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感觉可能不一样，就像我们开车踩油门一样的啊，就是每个人的这感觉不一样，所以你要多去感觉，多去尝试。当你太稀了，水分太大了，你可以再加一点，然后慢慢多去尝试，多去画，你才能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种浓度，好不好？来，牡丹红、曙红、胭脂。曙红、胭脂3种最简单的颜色。你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我们调的时候，这个笔上水分要刚刚好。就在你们调的时候，这个水分不会掉。你这样子最能这样你调色的时候最能看得出水分是不是太多了。你调的时候，如果水分都掉到这个盘子里，那说明肯定是水分太多了。像这样子没有掉太多水出来，这个就是刚刚好。然后你调的时候，这个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哈，睡在这个盘子里调，这个颜色才会晕上来。你要太竖着，像这样竖着，这个颜色永远在笔尖上，它上不来。所以你要把笔睡在这个盘子里调，而且调的时候要笔不停的这样子，手要一边转动一边调哈，不是说你只是一个方向这样子调没用的。这个笔这里，你这个手还在转动哈，手还要不停的转动，明白吗？360度都要占到颜色，这个笔的360度占满颜色，这个一边转哈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一边在转动哈，然后我们再调一点这个曙红，笔尖再调一点深色的曙红，然后你调这个曙红的时候，笔尖要留一点深色在这里哈，直接调在这里，不要调完之后又在旁边拼命调，调了就没有了，笔尖就没有深色了。然后你要把这个深色直接这样子调的放在笔尖上，明白吗？就笔尖上有一点点深色是在这个地方的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来示范这些花瓣，背面朝门的这些花瓣啊，不管是哪个方向，就是中间一笔这样子推过来，侧锋哈，侧锋这样子推过来一笔，然后一边可以有一笔，你这一笔一边一笔可以都有姿态不一样，不一定说要画的那么规矩，这里点一笔，这里点一笔，不用那么规矩，可以有一些这种特别，它这样子伸出去的这种感觉。你看我们画的时候就这样推过来一笔，这样子再往这里推过去一笔，3笔组成一个花瓣啊。这是一个比较反面的背面的花瓣，背面花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个手掌如果是一个花瓣，它就是这个背面的，明白吗？就像我们首先画这朵花，我们画这个地方的，就这一块地方的，肯定都是画这个背面的花瓣啊，背面的花瓣。那这两块就是侧面的，那这里就是正反瓣的。窄的正反瓣组合，然后这下面呢就是都是大花瓣啊，这里都是大花瓣，这里就是正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正面朝我们的反瓣，这个就是侧瓣，这两边就是侧面的花瓣。那这个就是正反瓣的组合，正反组合，其实这个侧面的花瓣也是一样的，有正反瓣组合啊，也是有侧反组合，侧面的和反面的组合。现在我们就示范的是这个地方的花瓣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这个笔肚上如果干的话我们就加一点水分，加一点水，加点底色啊，轻轻的蘸一下底色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牡丹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先把这个牡丹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笔尖上调这个曙红，这个曙红最深的要留在笔尖上啊。来，再来画，我们可以朝上来侧锋这样子推过去，推一笔，然后一边一笔，
一边一笔，一边一笔，一笔大一笔小，或者是一笔长一笔短，像我们画叶子一样，也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我们要画出不同形状，不要说我们平时要画，我们平时画是不是画的特圆？是不是这样子画？是不是这样子画这个花瓣？哎，一个圆，一笔，两笔，就是这样子也可以哈，这样子也是没问题，它没有错，它也是正常的。我们有的时候画也要这么画，点一笔点一笔也要这么画。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就可以这么画，你可以这么画啊，可以这么不要画那么规矩，你可以把这个花瓣伸出一点或者歪一点长一点都可以，因为自然界的这个花瓣它就是千姿百态的，所以我们想要达到这种灵动的这种感觉，我们的笔就要灵活一些，就不要太死板的，就是你可以变化，明白吗？它就是从这个花瓣去变化的，这个就是正轨正常的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一边点一笔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那你可以去把它变化，变长一点，变窄一点，变大一点，变小一点，都可以去变化，明白吗？示范只是一个示范，然后你在真正画的过程中，这个花瓣都可以无限的去变化啊。那推一笔，这边一边来一笔。那这样子也是一样，它同样都是这个花瓣，它同样都是这一个花瓣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化成各种形状的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个这个侧面的花瓣，侧面的花瓣就是这两侧，一般花的这两侧会用到一些侧面的花瓣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补充一点颜色。来，我们画这个侧面的花瓣。侧面花瓣我们通常分3笔来画，我们还是一样侧锋，笔尖下笔，侧面现在转过来，轻轻的转一笔过来，然后我们笔尖还是在这一条线上按下去一点，重重的按，也是一样转过来，然后还是笔尖还在这条线上往后拖一下，这样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了，这就是一个侧瓣。出不来尖，你往后拖的时候，你这个笔要提起来呀。来，这样子轻轻的转过来，然后笔尖还在这里，再按下去一点，转过来。那在这一条线上，还在这一条线上，你提一下，往后提一下，这个尖就出来。你要往后提，你知道吧？要提起来，你不然这样子按下去，你按下去肯定出不了尖，要提起来。先来调这个牡丹红，好，来继续示范这个花瓣，轻轻的侧锋转过来一笔，然后再重点按下去转过来，然后再往后拖一下，这样子轻轻的拖一下，这里就会有一个尖呢，明白吗？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个这个是侧面的花瓣，再画一个这个正反瓣哈，有正面的反瓣的，像这上面的它会有一些比较小的这种侧瓣，比较小的侧瓣，我们笔尖上补充一点颜色。小的侧瓣怎么画？跟这个是一样的啊，轻轻下笔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你看这是这个小的侧瓣，我们镜头拉近一点点再来看一下啊，镜头稍微拉近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笔尖再蘸一点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，可以带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，看到吗？这个花瓣我现在很特写哈，很近的距离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吗？来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下各种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，这个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。那么这个侧瓣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正瓣哈，加正瓣的时候我们的颜色可以多一点点，颜色稍微深一点，也可以蘸一点点胭脂。来，我们找一个地方加一个正瓣，加一个正瓣，我们从这个切口这里下笔，从切口这里下笔，然后从这个切口这里落笔。
好，一笔我们加花瓣的时候也是3笔来加完哈，1笔、2笔，然后我们后面这个根部也可以加1笔，3笔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了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正反瓣的一个组合，这里可以再加一点哈，一个完整的正反瓣的一个组合。那么还有这个画花瓣的时候，还有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花瓣哈，底下的会有一些大花瓣。那我们画大花瓣的时候，笔上的水分要够充足，颜色要调得够饱满。调饱满就是要调久一点，把这个颜色都晕到这个笔上去，然后深色的要有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。好，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这样子推一笔，点一笔，再推一笔。好，我们再加一下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大花瓣了。那这个大花瓣它也有几种画法啊，也可以，你看情况，有的时候可以滚出来。好，这样子滚的时候，你这个笔要有这个提按的这种动作，然后滚得不好的旁边可以再加一下啊。好，这是大花瓣。那大花瓣有的时候中间会有一些褶皱的，2笔组成的，1笔。那这样子2笔组成一个大花瓣也是有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花瓣就示范这些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常规型的花，它就是这几种花瓣去组合。就是这几种花瓣去变化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把我们的画的这些花瓣来去把它组成一朵花。